这是卫生间的一根地暖管。现在我们已经挖出来防水层了。这个位置呢，要装一个壁挂马桶。把这一块挖开了，是为了把这个地热管呢放下去一点，因为这个马桶下水管要做移位。就目前而言呢，放下去大概能有2公分吧，这样后期做别管移位的话，地平面也不会受影响。这是壁挂马桶的安装水箱架子，这是后期加装的，水电都得改。水箱的安装高度呢，图纸上都标得清清楚楚。看一下安装所需要的配件，这是排水管，里面放了2个赌帽，这个是排水管的卡扣，这2根螺丝呢是固定马桶的，这是前面板，4个固定螺丝，这个呢就是固定水箱的架子了。把固定下面地脚螺丝的螺丝松掉，然后把这个水箱提高到哪个位置呢？就是以图纸的尺寸为标准。固定之前呢，我们要把这些螺丝都组装好，水箱基本确定位置。瓦工师傅呢也在场，他要找出铺地的地平面。根据图纸要求，先找出地平面，然后以地平面再向上提80公分，这是水箱的总高度。然后以水平仪或者水平尺调整它的垂直度。基本确定位置以后，我们调整这个固定螺丝，然后画孔，把膨胀螺丝呢安装上去。这是厂家带的4条膨胀螺丝，像我们这个情况呢，只能打2条。这个胀管呢是10毫米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打10毫米的孔。所有的厂家呢都不是一个标准，所以我们根据现场情况，该用多大的钻头就打多大的孔。这个螺丝呢是比较粗的，拧的时候呢还真的有个趁手的工具，用套筒也可以，用这个快速的机轮扳手也可以。这2个固定螺丝呢一定要拧紧，然后我们再回看一下水平尺，确定一下水箱保持水平。确定完左右面水平，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前后面，这个也是要调水平的。这个马桶的下水管呢，它是有2个卡槽的，这个都可以随便选择，根据现场情况而定。固定马桶的这个螺丝杆呢，它是有2个孔位的，尺寸可调。到时候我们让瓦工开洞的时候呢，可以把2个孔都开出来。到时候马桶是选择多大的，我们都可以随意调的。这个水箱的临时打板呢是可以拆掉的，这个根据客户的要求，他要做成侧按键的，那我们就拆下来，把这个上按键这个孔给它堵上。不过这种矮一点的水箱还是建议大家用上按键的，因为马桶盖立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冲水的按键挡上了。不过现场我们遵循客户的决定，后面这一点呢是给客户录的一个视频。现在是这个水管，你将来从这边走过去，要跟这个口对接呢。这个口是热熔管，全部热熔管。然后它如果留智能马桶盖的时候呢，这边还要出一个电源，这个和瓦工商量留在哪个位置。然后它的电源也是一样的，电源的话将来也要从这边出来。将来装智能马桶盖的话，要用电源和水源。这个水源这里呢只供马桶冲水。再一个就是下边这个管呢是需要用扁管，用别管引过来和这个管对接的。这个管接好了以后一定要垂直，要不然后期会影响马桶的安装。瓦工的完成面呢，就是它这边贴完砖以后，砖必须得超出这个管口，超出来。如果留到这个位置，将来呢马桶是受影响的。所以说瓦工这边就是砌一层单表一层砖也可以，这样单表一层砖也可以，然后再贴地砖。做这个别管的时候呢，这个别管这个地暖管呢还可以往下压，因为瓦工的完成面是9公分，所以说这个管能压下去，尽量往下压，然后和这个管对接，这个垂直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地脚的这个位置呢再重新固定一下，因为上边是打了一层垫层，下面是铺地暖，这里是一些泡沫，我们把它刨了直接把它放下去，只要不伤及它的防水层就可以。
瓦工师傅在现场，他先弄一些水泥，把这个马桶的架子呢先固定好。这样临时固定好，可以防止水电师傅过来重新接管的时候把这个水箱给弄歪了。好了，我们前期的安装活呢就完成了。